前的男人已经活了14000年，为了不被人发现，他每隔10年都要搬一次家。前来送行的朋友们满怀疑惑，他们无法理解为何约翰会突然放弃哈佛历史学教授职务，难道是他遇到了什么困难吗？约翰只能以自己患有隐居症为由，声称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迁移到别的地方。这时，一个女人突然惊讶地发现，一幅类似梵高真迹的画作被随意地放在地上，从画框的材质就看出来很有年代感。约翰解释说，这只是他一位朋友送的礼物。说完便把它随手放在了车上，殊不知约翰所说的这位朋友就是梵高本人。屋内的大部分物品已经打包装箱，好在还有几个沙发坐人。前来送行的都是各个领域的顶级学者和教授，他们并不相信约翰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这种疾病，甚至为此还要放弃大好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如果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大可以向他们讲述，毕竟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此时女教授突然注意到，约翰这10年来几乎没有一点变老的痕迹，这可是每个女性都渴望了解的秘诀啊！尽管这只是一个玩笑，但也为即将离别的场合增添了欢乐的氛围。就在这时，一位人类学家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类似鹦鹉会式的钻刀，从样式上看，似乎是前马格德林时期的产物，也就是欧洲的旧石器时代。一旁的考古学家急忙拿过来研究，仔细观察后，他确定这的确是旧石器时代的物品。只是据他所知，马格德林人并没有使用石器的记载，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标本。当老黑询问约翰从哪淘来这件宝贝时，约翰随意地说，只是自己在旧货店用2块钱买来的。此话一出，众人羡慕不已，毕竟这东西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约翰拿回钻刀，却突然陷入了沉默。看到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瞬间引发了众人的好奇，甚至调侃起他是否是个通缉犯。约翰有些犹豫不决，但他越是这样，其他人就越是好奇。最终在众人不断的追问下，约翰突然反问了众人一个问题：假设有人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存活至今，这个人将会是什么样子？大家以为约翰在写科幻小说，于是开始讨论起了这个话题。老黑从解剖学的角度分析，如果这个人真的能一直活到现在，那么他的身体应该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可女教授并不这么认为，她觉得这个人可能因为长期的学居生活，或许应该是个野蛮人。但老黑却不同意，假设这个人活了140个世纪，并且他有正常的智力和求知欲，那么他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自我改变。也许起初他知道的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知识将会渊博到令人惊叹的程度。老黑对约翰的这本科幻小说起了浓厚兴趣，并期待着写完后先睹为快，还表示有什么有关人类学的问题尽管找自己，毕竟这样的小说很容易出现人类学错误。话题既然已经展开，有人又开始询问，这个人究竟是如何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生存下来的呢？这时生物学家开始阐述他的观点，他表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可能拥有人体细胞的完美再生能力，特别是关键器官的细胞，因为正常情况下，人类的寿命应该在190岁左右，只不过大多数人会因为慢性中毒而死亡。人体的整个代谢过程需要7天，但这个过程却非常不稳定，体内废物积累终究会导致器官衰败。如果这个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免疫系统非常特殊，可以实现完美解毒和再生，那么他的确可以避免衰老，实现永生。生物学家思考着，心中渐渐涌起一股强烈的感觉，这件看似荒诞不经的事情，实际上并非不可能成真。毕竟历史上曾被视为神奇魔法的事物，现已变成了科学的事实。诸如哥伦布的新大陆言论和哥白尼的日心说，曾几何时，这些先驱者不被人们视为疯狂的梦想家，就是被视为不诚实的骗子。此时约翰突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指出日心说的原始提出者是阿里斯塔克斯，并说自己曾与哥伦布一同航行，当时他们对地球形状还不了解，尽管深信地球是圆的，但还是很担心船只会从地球的边缘掉下去。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他们原以为只是在讨论科幻小说，没想到约翰竟自称曾与哥伦布一同航海。众人原以为约翰在开玩笑，但他却神情严肃地说，他其实就是那个已经活了长达14000年的克鲁马努人。他甚至模仿了原始人的咆哮，这引得在场的众人纷纷笑出声来，同时也确认了他的确在开玩笑。但约翰并未停止他的幻想，他解释自己每隔10年就会搬家一次，是为了避免人们察觉他不老的事实，这迫使他不得不离开。约翰的故事越来越离奇，人们开始难以判断他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入了戏。于是有人问他如何确定自己来自旧石器时代，约翰说自己是从考古学数据、地图以及人类学研究资料中结合自己的记忆，才确定自己是来自旧石器时代。也就是说，他是通过现在的知识回想起过去的画面。接着他开始讲述自己这漫长的人生，在生命的第一阶段，他长到了35岁后便停止了衰老。当时他的族人以为他掌握了魔法，并因此推举他为部落首领。起初人们尊敬他，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怀疑和恐惧开始滋生，人们开始认为约翰是通过窃取他人寿命来延续自己的生命。最终恐惧感促使部落驱逐了他。自那以后，约翰便四处漂泊，生活在被逐出一个个部落的日子中。不过他也在这时候学会了如何融入新的部落，并定期离开，因为当时的他们是半游牧民族，需要随着气候和猎物的变化而迁移。因此约翰混
迹其中也并不显眼。在之后的2000年里，随着气候的变冷，他学会在更温暖的低海拔区生活。约翰猜测那应该是后冰川时期的景象。考古专家询问那时的地貌如何，约翰描述了山峦叠嶂的景象，并怀疑自己根据历史文献和当时的记忆，从现在的法国海岸看到了不列颠群岛，在深不见底的峡谷另一侧，直到冰川开始融化，这些山脉才被升起的海平面从大陆中割离开。生物学家想从众人口中听到破绽，可老黑却表示约翰说的没错，这和新石器时代的历史记录相符。考古学家立即提出质疑，说这些教科书上都有，但约翰表示，正是因为自己看到的那些书籍，并将回忆和现代的发现进行对比，才回忆起来这些万年前的记忆。生物学家质疑这是否是轮回转世的现象，然而约翰却断然否认。他强调生命只有一次，他之所以能够回想起那些久远的往事，是因为这些画面突然在现世的资料中被提及，从而唤醒了他沉睡的记忆。这时女学者开口发问，对于这个世界的源头，难道你不感到好奇吗？这句话似乎触动了约翰内心深处的心弦，他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起初他深信天上有神灵创造了世界，也一度怀疑自己的不老是一种疾病或诅咒，但后来意识到也许这只是一种偶然，也许这一切都只是恰好发生在他身上，因此他慢慢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尽管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众人却找不出一点破绽。在场的每个人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对这种活了14000年的说法必然持怀疑态度，这反而激发了他们好奇心，想要证实这只是他约翰编造的故事。女教授随口问起车上梵高的画作，约翰承认那是真迹，并透露自己曾叫做伯恩，是一名养猪的农民，而梵高经常光顾他的农场作画，两人也因此成为了好友，一起探讨如何将自然的美捕捉到艺术品中。后来他又认识了特纳、塞尚和毕加索，直到梵高去世，他又搬到了美国。看到众人的问题都被约翰完美应对，考古专家随即提出了疑问，既然约翰拥有长生不老的秘密，为何现在又要透露这些信息呢？约翰沉思片刻说道，这只是一个突发的想法，或许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如今自己只是想以真实的身份向大家告别。这让考古专家意识到约翰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他的精神可能真的出了问题，于是急忙打电话给好友心理学家寻求帮助。人类学家老黑问约翰，在这么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难道他没有保留一些古董作为自己生命的见证吗？约翰反问老黑，为什么要保留它们呢？那时的自己根本就没有起源这个概念，就像手中的这支钢笔，1000年后自己还会带着它吗？当钢笔写不出字后肯定就丢掉了，之前的他又怎么会知道这块石头会这么有价值呢？这番话让老黑无法反驳。约翰的行李搬上了车，这时年轻的女教授向他表达了爱意，约翰也承认自己对他也有好感，但是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已经发生了无数次，他曾亲眼看着妻子和孩子慢慢变老，而他只能在10年后离开他们，因此约翰不想耽误女教授。约翰刚回到房间就遭到了哈里的偷袭，可身为黑带2段的他很轻易就被约翰所制服。听到对方想测试自己的反应能力，约翰表示自己没有超人那样的特异功能，但是想要偷袭自己，还是再练个1000年再来吧。可众人还是无法相信，再次提出了许多问题，他们不相信约翰能继续编造的毫无破绽。约翰开始讲述他向东前行的经历，自从他明白自己的特殊体质后，他开始对于世界充满了好奇，于是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慢慢前行。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海洋，也就是现在的地中海附近。顺着海洋他抵达了东方，在那里他见证了壮观的青铜器时代，然后又沿着东方的贸易路线行走，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造物奇迹，它们既多又与众不同。约翰学习了他们的语言，也逐渐意识到自己这样漫无目的的闲逛毫无意义，于是他定居下来当了2000年的苏美尔人，也就是后来汉谟拉比法典下的巴比伦人。最后因为他的不死之身，他不得不继续东行。在此次的旅行中，他踏入了神秘的印度，恰好相遇了佛陀时代的那段辉煌，遇见了史上最非凡之人，对方传授教导了许多他从没想过的事情，他便毅然决然地留下了，跟随佛陀修行。尽管佛陀或许洞察到了约翰与众不同的本质，但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曾向他探寻背后的秘密。当约翰叙述完这一切，众人皆感到震惊至极，如今他们已经无法分辨这到底是真实的故事还是约翰的幻想。老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故事，而考古专家则坚信约翰的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就在此时，一辆汽车恰好驶来，正是考古专家之前电话换来的心理学家威尔。可他错过了众人的交谈。老黑说起约翰虽然无法证实他所说的荒唐话，但同样也无法驳斥他的话是虚假的。他建议大家继续听约翰说下去，或许不一会儿约翰会在自己的叙述中暴露出破绽。在了解了详细情况后，心理学家直接询问约翰，如此漫长的生命中是否曾经患过重病。约翰记得史前时期可能得过2次肺炎，在近几百年里曾患过伤寒、黄热病和天花，甚至在地狱黑死病中幸存下来。然而由于他身体的特殊性质，他并未在身上留下任何疤痕。生物学家听闻此言更加震惊，强烈要求约翰前往他的实验室进行详细检查。
但遭到了约翰的断然拒绝，因为他不愿被当作实验品囚禁起来。众人陷入了困境。约翰虽然向他们讲述了一个震撼的故事，但却似乎并不在乎他们是否相信。在场的众人虽然在各自领域都是专家，但他其实除了心理学外，在其他几人的研究领域都有涉猎，花了170年的时间，获得了10个不同领域的学位。最早一个是1840年在牛津拿到了生物学学位。他并不是天才，仅只是活的时间长而已。然而即便如此，无论他如何努力，始终无法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也无法与那些最杰出的人相比。他所能做的就是慢慢学习别人研究出来的成果。随着约翰的讲述，众人再次被他的强大逻辑所折服，不知该如何反驳。这时心理学家坐不住了，他假装掏手枪问约翰会不会被打死。约翰却很淡定，说自己本来也不是什么不死之身，只是侥幸存活了这么多年。心理学家听完后掏出了烟斗，他原来只是做个测试而已。而众人看到是烟斗后，也纷纷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心理学家又询问约翰对生死轮回的看法。约翰觉得这有些混乱，就像认识了一个人，知道了他的名字，但还没来得及说几句话，这个人就去世了，仿佛就像海浪潮起潮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自己也会逐渐淡忘他们。尽管其中有家人也有好友，可他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别人发现他的秘密之前远离他们。心理学家继续追问他是否记得生父长相。约翰表示自己只记得起亲人的大概轮廓，至于是哥哥还是父亲就不清楚了。心理学家听到连连称奇，他就几乎记不清自己父亲的长相了。心理学家听后问出了更加尖锐的问题：你是否在某一瞬间觉得死去的那个人应该是自己？约翰沉默了片刻，最后说了一句也许吧。没想到这句话直接让心理学家激动起来。他质问约翰是否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真的在窃取别人的生命来延续至今。或许约翰自己并未意识到，但无论如何这都太不公平了。鉴于约翰坚称自己长生不老，心理学家不妨将约翰视为传说中的吸血鬼。既然如此，不妨进行一场真正的测试。说着，心理学家就掏出了一把真枪。如果枪击约翰后他能自愈，那么专家就会相信约翰所言非虚。这一操作也让其他人紧张了起来，毕竟他们只是在讨论故事，没有必要弄出血光。好在心理学家并未真的开枪，最终还是收起了武器离开了现场。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生物学家告诉约翰，心理学家之所以会有如此反应，是因为他刚刚失去了妻子，无法接受约翰的长生不老说法。约翰听后立刻出门追赶心理学家，担心他会想不开，便劝他把武器交给自己保管。然而当约翰打开弹夹时，却发现里面并没有子弹。约翰此时已经有点后悔，今天说出了自己的秘密。他本想就此结束这场交谈，可其他人已被彻底激起了好奇心，他们决心找出真相。于是他们开始询问约翰是否曾遇到过其他长生之人。不料约翰真的表示自己在17世纪的时候遇到过同样特殊的人。两人畅谈了2天，始终无法证明对方所说的真实性。就如同现在这样，哪怕自己再怎么解释，只要拿不出证据，你们同样无法相信。当时两人都觉得对方只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欺骗自己，最终两人选择了分道扬镳。可没想到的是，200年后，在布鲁塞尔的一个火车站，他再次遇见了那个人，但那人眨眼间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生物学家询问约翰平时闲暇有什么活动，约翰说他通常会去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那里的人不仅没有将他当成异类，反而将他视为不朽之神，甚至还为他树立了一尊巨大的雕像。当时的他很享受这种感觉。随即老黑问起他是否相信宗教，约翰表示很久以前他和现在的人一样有自己的信仰，但现在他什么都不信奉。老黑又问他是否见过宗教历史上的某个人物，比如圣经中的人物。听到这个问题，约翰表示现在的话题已经超出他的预期，建议今晚就到此为止，但这反而激起了众人更大的好奇心。考古学家问道，你真的出现在圣经中，而且是个重要人物吗？约翰点了点头，那个人是他们很熟悉并了解的，但基本上是个神话。女学者猜测他是将大海分开的摩西，但约翰却摇头表示摩西是诞生于叙利亚神话。女学者又猜测他是否是圣经中的12使徒之一。约翰解释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使徒，也没有真正的进行传教。历史学家惊讶他怎么知道的如此详细。约翰有些尴尬地说，神话只是经过庞杂的人们相互交织流传下来的，事实就是如此简单。因为原本的新约圣经其实还不到100个字。他的这番话对旁边的女教授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哪怕听到这言论都是种罪过。然而接下来约翰的话将再次刷新他的人生观，因为约翰开始讲述自己跟随佛祖学习500年后，他带着在东方学到的一切回到地中海地区，摇身一变成了伊特鲁利亚人。随后他潜入古罗马，并尝试用现代形式传播佛祖的教义，结果却遭到了罗马政权的反对。这才是没有掺杂了神话故事的真正历史。这时真相已经显而易见，原来约翰就是基督教中的耶稣。